客官久等了，你的灯。姑娘，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？客官，您不知道啊？哦，我初来贵地，不太懂这儿的规矩，敢问姑娘，这灯有什么来头？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，是我们诊楼留给最尊贵、最捧场的客人的。谁坐了这朱雀头，掌了灯，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。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，这台下看客的茶钱、酒钱也一并包了。这一盏灯1000两，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。这灯我不点了，这座我也不坐了，客辞。慢着，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。这灯点上了，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7两银子。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。楼下有位置，跟我走吧。刚来京城啊？是。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。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，你刚刚给了我7两，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，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？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，来的都是客嘛。好，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。风云望夜，凤凰先去。这只凤凰，就是太后。挺聪明的嘛。这只凤凰是8日前驾崩的太后，这条龙是先帝，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。仙龙已封礼，不顾凤凰求。太后驾崩，依照礼制，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。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，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。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，那群蟾蜍又是谁？当然是聒噪的文官，你看是不是很像？皇上无子，
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。太后驾崩以后，他们更是变本加厉，不是上书进言，就是伏跪死谏，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，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。现在朝廷分为两派，一派以临淄王为首，要求尊太后一命，另一派却不从。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，就是临淄王。临淄王是太后亲子，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，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1年为太后守丧呢。金龙怒冲冠，遁入云霄去，自此无影踪。皇上怎么说？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了吗？这事皇上不管了。白虎领天命，欲把东郭定。群蝉乱声势，寥寥剩3人。这白虎，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？没错，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。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，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为了庄知府，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去哪儿？这戏还没演完呢。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，姑娘，你也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来，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？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。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，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。哦，我那个，别指。你看他身子做得这么板正，身上肯定也有凶器。一看2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，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。他们，哎，他们啊，他们是都尉司的厂尉曹公公的人。曹公公，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统领都尉司，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，上到官府衙门，下到客栈酒肆，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厂尉。那八公子还敢在厂尉面前说这些？你来的时候看到枕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？亲赐恩荣，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，有他在枕楼里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。虽然常年有厂尉在这盯梢，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。也许以前他们不敢，但今日可不一定了。怎么说？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，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，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，说了太多的宫闱秘辛。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厂尉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。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，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姑娘，若你与八公子相识，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。如今这里遍布厂尉，以他们的手段，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。你那么聪明，你帮他想个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。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，久仰久仰。姑娘，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。
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，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，真是好雅兴啊！八公子，八公子，八公子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人见过八公子，现在你就是八公子，还不快！给大家讲讲，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吧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 臧大人名动京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俊才飞扬啊！不才徐本是这家枕楼的老板，今日冒昧相约，大人莫要见怪。哎呀，徐老板不必客气，徐老板才是气宇轩昂啊！您有所不知，其实我与枕楼颇有渊源。哦，我到京城的第一天，便是在枕楼看了一出好戏啊！下属顽皮。 大人莫怪，哎，请大人啊，请。大人，你要尝尝我们枕楼啊窖藏的山东秋露白。大人请，敬徐老板。哎，请。好酒，快尝尝，这是我们枕楼的招牌菜。这些呀。 出了京城也吃不到的，大人之前所在的地方，那就更吃不到了。不知徐老板今日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在下就是想跟大人交个朋友。承蒙徐老板厚爱，您这儿既有皇家的珠玉匾额，又有广进的财源，难道还会缺像我这样的朋友吗？ 大人刚到京城3月就名动京师，哎，这钱财都是利，大人有了名，还怕这利不主动找上门吗？都是些拿不出手的东西，全当是见面礼。你要是收下，就当交了我这个朋友。哎，徐老板。 我长这么大，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！大人在侯府当差，出入打点总需要钱财，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开口。我这个人呀，就爱帮衬朋友。大人一句话，你的事儿就是我徐某的事儿。大人请。徐老板厚爱，不才确实有几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徐老板考虑一下。 大人但讲无妨。适才说道，我初到京城时，便是在枕楼看了影戏，误打误撞坐上了朱雀头。哎，只是那时囊中羞涩。还好有这位香姑娘替我解围。现在回想，这朱雀头确实是个好位置啊。不知徐老板是否愿意每月的初1、15，都让我坐上朱雀头？ 掌灯看戏呀！既然大人喜欢，朱雀头大人做便是了。哎呀，这是掌灯，掌灯，掌灯亦可。
大人刚到京城，想广交朋友，朱雀头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徐老板大气。来，大人请。方才说的是私事，在下还有公事相求。大人请讲。这说来惭愧啊，哎呀，这庄二公子之前在你们枕楼抵了不少的珍宝吧？有些还是侯爷征战得来的，如今财库归我管理了，我就是怕哪天侯爷突然问起，我这说不清啊。我就想着自己把这些珍宝给赎回来，但是现下手头又不宽裕。徐老板，能否帮我想一个折中的法子啊？哎呀，二公子之前在这儿抵的宝贝，都在枕楼的库房里封存。这样，我差人去找找，物归原主，不提钱。徐老板果然是豪爽之人，这杯酒我先干为敬。请。徐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看来大人不甚杯酌，那经常要到我们枕楼好好练练酒量了。是，徐老板说的对。哎，徐老板，其实在下还有几件事情。行了，别演了，他已经识破了。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枕楼的老板？哪有老板说话一直看下属的眼色的？这朱雀头只管做便是了。哎呀，只是掌灯，掌灯亦可。你这个杯子价值不菲吧？徐老板刚才对我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，吞吞吐吐，又对这个杯子格外的紧张，再加上他手指间有拨算盘的老茧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你们枕楼的账房先生。唉，也不知该说是他笨，还是该说是你聪明。我能看出来，是因为老板想让我看出来。既然老板现在已经显露真身，想必不是心疼钱，而是有话要跟我直说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，一定不简单。平津侯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。您谬赞了，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，不善应酬，受宠若惊，还请您有话直说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叫香岸图，是这间枕楼的主人。藏海，见过香老板。咱们这是第3次见面了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，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1幕僚。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你就升得这么快，我真是好奇，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，能够平地起高楼？一叶千丈啊！哪里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这么说吧，我仰慕大人的才华，也与大人有过2次交集，自认颇为有缘。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，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。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，
他平津侯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。肖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？不可以吗？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。对不住了，您要是高看我一眼，在下一定会记住。做朋友嘛，在下不敢高攀。上次在枕楼，你被杨真、瞿娇、楚怀明三犬欺辱，我本想袖手旁观，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？因为你与那三人不同，你骨子里不是一个恶人。所以你更应该知道，平津侯是武将出身，杀伐之心自然不小。他疑心又重，你在他的手底下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所以我想问你，为何攀附平津侯，替他卖命？明珠蒙尘，我替你不知。肖老板错爱了，我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而已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在10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。说归说，可我看你志不在此。难道你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？别人做不到的，我总希望自己可以。看来先前是我小瞧了大人，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了，祝你飞黄腾达。多谢肖老板，告辞。还请大人记住，在这京城里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，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。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，记起今日的话，可不要脸红。藏大人今日怎么来我枕楼了？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。京城要举办1年1度的步打球赛，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，是朝廷为男子强其筋骨、利其志气专门设立的。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嘉赏。怎么，你也想参加？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，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？不是我，是庄家2公子庄之行。他？为什么？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。然后呢？然后让他成为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。我没有听错吧，藏大人？你是脑子傻了，还是眼睛瞎了？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。向老板，您请坐。哎，一个人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，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？向老板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您就帮我这个忙，别再问了吧。说吧，我要怎么帮你？我要8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，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。行，枕楼开门做生意，哪有不接的道理？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，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，得是儒雅风流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。枕楼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，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，吃饭喝水也要钱，这一人一天至少3两银子。京城这么大，就算是20人，一天也得60两。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，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的。
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。哎，这玉佩的成色也太一般了吧，勉强抵个20两。这还都是小钱，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，这演一次影戏就得80两，还要为庄之行刻制新的皮影，这里里外外加起来150两。这150两，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，120两。你这衣服不错啊，平津侯欣赏的，服光锦，好料子，多给你抵扣一些。香老板真爱说笑，这衣服都给了你，我光着回去啊？那我可管不了。不过这还没完呢，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，这些钱都要翻倍。臧大人，等比试结束，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，你还不完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。这钱滚钱，利滚利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停！香老板，您说的这些钱我是肯定出不起的，不过我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。给你个机会。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，但他好歹是侯府2公子，公侯家世，豪门秘辛。若是以此为噱头，再让八公子亲你戏本演出，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。香老板做出票钱，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50两，那7日就是350两。我听说枕楼每年都会为球赛开盘设赌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，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，那就等于你们枕楼押对了宝，一定会为你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样至少可以抵掉400，不，500两。你这账还没说完呢。等比试结束以后，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，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、听过的曲儿，甚至是点过的药浴，都会跟着热络起来。这么算下来的话，香老板，你不仅不会亏，还会大赚一笔啊！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。跟香老板比不了，香老板只记出不记入，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奴啊！这在商言商，既然是赚钱的生意，我接了。不过你说的准吗？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，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？香老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，严加训练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脱胎换骨。冯六，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？小姐，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2个人来，正在楼下喝着呢。啊？这……香老板，香老板，你进来吧，我在里面。香，冒犯了。臧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。你这么急匆匆的来枕楼找我，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，说来听听。我想要除掉一个人，需要香老板的帮助。是哪个不长眼的得罪了我们臧大人？不是他得罪了我，而是我得罪了他。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，都尉司千户陆敬。你跟曹敬贤是什么关系？我与曹公公只是在不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，但他却派陆敬来杀我。我觉得你在说谎。此事千真万确。
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，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。若香老板能查明原因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也是，曹敬贤要杀人，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。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，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？侯爷虽然器重我，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。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，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。这个陆晋，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，也总是为难我们，确实该死。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。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，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？香老板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？这个我还没想好，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我的钱已经够多了，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。那在下能做什么？过来，替我木发。你想让我帮你，又不拿出诚意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回去吧。你很熟练吗？小时候，帮我母亲木过。在这京城里，你招惹谁都可以，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。你看我枕楼，就算是说书，何时说过曹公公？先帝和太后也没少说。枕楼苦场未久矣，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，那也是痛快极了。只不过，要是陆晋死了，曹敬贤恐怕会更忌惮你。你放心，我早已经有了计划，只是我不会武功，不能亲自动手。好吧，若是我帮了你这次，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。光凭木发，可是还不清的。那，香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。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，你可不许拖欠。一言为定。不过，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，我要模仿他的字迹。没问题。呆子，看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上来！坐。
还挺精神。今晚是7月半，是你的节日。我的节日？我又没死，为什么是我的节日？穷鬼也是鬼嘛。那香老板呢？我孤魂野鬼。香老板坐拥枕楼，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，还会觉得孤单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？高枕无忧。聪明。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，烦恼都留给了我。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。枕楼还是太小了，要是能有个1000座、10000座，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。香小姐说的对。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？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、香老板的叫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，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。随你便，臧公子。她美吗？美。那她美还是我美？自然是香小姐更美。那我美在哪儿？香小姐眉若细柳，眼似星河，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回答不上来了。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？咱们俩只要见面，可总没好事啊。谁说没好事啊？我觉得有趣的很，不是吗？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！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香小姐竟有10000个情人故去了？我怎么会这样想？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？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？因为我有钱。看得出来很有钱了。我听说，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，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。那你也写吧。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。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。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。
你听，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此处甚是安静。安静就对了，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。你躺下，那么拘谨干嘛？这椅子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呆子，藏海，你那么会看鱼，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？你看，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，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，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哎，你看那几颗星星，哪几个？那几颗，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？小嘴？不像啊。有一点点。不过你说的这4颗星呢，叫基宿，旁边是尾宿，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。我觉得不像龙尾。哎，你再看那几颗哪几颗？啊，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？你笑什么啊？不像啊？像。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，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宿，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，是吧？那这么说来，我也会看星象，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。不过你看啊，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，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。美人虽然珠宝在身，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。泪水？那她为什么哭了？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，终其一生都不快乐。她在异乡等啊等，等了一辈子，也没人接她回家。那她远在家乡的亲人，一定很思念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她的眼泪流干了，她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，八公子的戏本，不会是你编的吧？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，也不止你一个。香小姐，你看，那片星星，像不像只小狗？这是头，这是尾巴。头、尾巴，哎，还真像哎！哎，你看，这只小狗还有颗心，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。那是因为，因为小狗也哭了，它找不到它的家人，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。你也挺会编故事的。承认。用一份真换今夜星辰，蓦然回首间，已失去众人。聚散终有时，舍不得说出离分。月光赐我这一夜温存。
说是这星星多，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？我有欠你这么多吗？那今天还掉了多少了？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，喝的是我的酒，不应该是再欠一分吗？有道理。臧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，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。香小姐大驾光临，本官有失远迎啊。现在都自称本官了，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？小女，香小姐，千万使不得，您可是我的贵人啊。要行礼，也是在下行礼。东西都放这儿吧，出去等我。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？请。臧大人，你这儿可好得很啊！平街侯真是爱重你。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。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，倒也挺雅致的。可惜，今夜看不到星星了。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？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逛过呢。哎，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？看出什么来？哎，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，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，能不能收？快去！有事儿，有大事儿。你能跟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，现在想想，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，都不是瞎编的。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！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。若是楚怀民在抬头看天之余，也能低头看看地上，常怀一颗敬畏之心，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。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，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。你还真是个好人呐！那以你的堪舆本领，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？古人曾说：“知天意，逆天难。”很多时候，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，也还是无法阻挡。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！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，现在才过去多久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。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，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。哼，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。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？怎么不想？我巴不得你多来枕楼花些银两呢。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，也依旧是个穷鬼啊。在这京城里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，官越大，我越不喜欢。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！怎么，要发官威了？香小姐说的，让我想起了一些话。什么话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当了官，坐上马车，就会懒得走路，就再也下不来了。听着有些道理，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？谢谢香小姐提醒，藏海谨记。你还挺听话的。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，招待不周，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。跟他们喝酒没意思。你若是想喝酒，以后来八珍阁找我。我今日前来，除了祝贺你上任，还有件事想问你。
请讲。那儿在船上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香小姐眉若细柳，眼似星河，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嗯？回答不上来了。既然没有，那就算了，告辞。香小姐，容我想一想。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。冯六姑娘，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？大人，您稍坐，再喝点茶吧。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。这都已经第6副茶了，再喝嘴就要起泡了。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，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，改日再来。大人，您不再等等了吗？香小姐的意思，我想我应该懂了。大人，您说什么呢？您再等等，我去问问。不必了，替我谢谢她，告辞。大人，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！会的。小姐，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？是不是一直催你？臧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，已经走了。哎，小姐。就这么走了？小姐，他好像误会了，以为你改变了心意。他走时都说了什么？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，还说谢谢你。我什么意思？我能等他，他等我就不行吗？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。小姐，现在追上去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凭什么？好，既然他这么有骨气，那我也不伺候。以后他要是来，你就说我不在，让他走。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。真是巧了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也正准备去找你。哦，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。上次你问我的事情，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。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可以都告诉你，你什么都不必说。你不好奇了？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。明晚戌时，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。明晚。
香小姐，我此刻就在这里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？今日不方便，明晚见到以后，我自会都告诉你。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。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？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。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？亏我还提醒过你，在这京城里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。香小姐，你误会我了。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，对我有恩，所以他的寿宴，我不能不在。好你个藏海，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不领情？平津侯对你有恩，我帮你的就少吗？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，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。这样好了，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，我们晚点再说。想都别想，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，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一言为定，明晚见。你已经中了我设的迷香，不要再动了，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。怎么会是你？藏海，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。所以你就是质子。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，就在我身边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若大用为治，就一直在找鬼玺，是不是？鬼玺是我东夏至宝，我当然要找到它。那你与曹金贤也早有约定，要一起寻找鬼玺，不是吗？我是和他有约定，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，因为我是蒯夺的儿子。蒯夺，你藏在曹金贤和庄如影的身后，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，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？藏海，不是这样的。
夏万图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，他们被杀死以后，连全尸都不得保留。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，我一定会手刃仇人，替他们报仇。殿下，殿下，站住！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。有一天，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，再也找不着家了。它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，游啊游。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，就一直陪着它。他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，一直帮它，照顾它。日子久了，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。可哪知道，这小鲤鱼不仅傻，心思还坏得很。它自作聪明，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它的父母亲人。
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，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，替家人报仇。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，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。小天鹅太为难了，他舍不得小鲤鱼，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，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。可谁知道，吃了小鲤鱼父母的，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。得知真相的小鲤鱼，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，就这么把它孤零零、冷冰冰地丢在一边。你说，小鲤鱼该不该死？该死。往事随雪捧入壶中，煮一盏爱恨成痴痛。饮尽此杯敬也是。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，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。心已经死了，活不过来了。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，不敢求它的原谅。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它吗？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殿下。你的伤还好吗？爱是宿命一阵春风，是心动，却与花相逢。破开千人险峰，俗世都成颂。去路点流离孤独，桃花红，不看万事踪。回首一千重，从容。殿下，你武功高强，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，我这手臂就该废了。你还敢叫我殿下？安徒，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我不配有今天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以后，只要我找你，你就必须来见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安徒，
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，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。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！我是东夏的公主，又是枕楼的老板。我的家人、朋友、喜欢的人，我现在通通都有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某人太贪心了。我不能贪心吗？看你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小天鹅变小青蛙了。还不是因为你。是，都是在下的过错，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，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。我可不记仇，我有仇，都是当场报。藏海，现在我母亲在，你也在，误会也解除了，我觉得很安心。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。我可不困，今天枕楼不待客，只要我想，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。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今天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。你受伤了，需要休息。好，我说，那你想听什么？什么都行，你先说。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2鞭子说起。藏海，我不说，不说。呆子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。什么10年前，我父亲在东夏修筑风扇台，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。所以你说呀，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。10年前我就见过你，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1天，又见到了你。而且之后，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。